有关第11个知识点啊，我们再做一道小题。这是例题2，已知点 A 坐标是 m 到4 ，m 大于0，在抛线 x 方等于4y 上。显然这是开口朝上的抛线。那么我在这儿给大家画一下图。x 方等于4y， 开口朝上的抛线，过点 A， 点 A 横坐标是 m， 纵坐标是4，点 A 的坐标，已知点 A 在抛线上，点 A 在抛线上，点 A 的纵坐标我们还知道了，它等于4。横坐标带到这里来 ，m 的平方等于16，所以 m 等于正负4。可是 m 还大于0，所以 m 就等于4。点 A 的坐标我们就得到确切的是4到4。经过点 A 做倾斜角互补的两条直线，你看提到倾斜角互补了，你是不是就想到斜率的关系了？经过点 A 做倾斜角互补的两条直线，好吧，我现在随便的做一条直线，把它叫做 L1， 倾斜角跟它互补的直线，我再这样的做一条直线，这个呢，延长和抛线交于点 B，L1 直线和抛线的另一个交点，好吧，我得重新画一下这个图。L1 直线，L1 直线，这个是点 A， 这条是抛线，经过点 A 做了两条直线，我这样做一条直线，它叫 L1。L1 直线 ，L2 直线与抛线的另一个交点分别是 B 和 C。L1 直线和抛线的另一个交点是 B。我做倾斜角互补的两条直线啊，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倾斜角。要做跟它互补的直线，我应该是这样的。经过点 A， 我又做了直线 L2。L2 直线和抛线交于点 C， 这个呢是它的倾斜角，它们俩是互补的。好，第一个问题，求证直线 BC 的斜率。谁是直线 BC 呢？我要再连一下这一条直线 BC， 它的斜率 KBC 为定值。那么我怎么表示 KBC 的定值啊？我当然只能先从已知入手，整理已知，已知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做着做着水到渠成。好了，那我现在能够表达什么呀？我能够表达 AC 直线的斜率。AC 直线的斜率叫做 KAC。我们需要点的坐标，点 A 的坐标我知道了，点 C 的坐标呢，C 在抛线上，抛线我是用方程的，所以我设出其中一个坐标，用方程来表达另一个坐标。我设纵坐标叫做 y1， 横坐标就是4/x。我设横坐标是 x1， 我设横坐标是 x1， 纵坐标 y 就是 4/x1 的平方。点 B 呢，横坐标我设为 x2， 纵坐标呢就是 4/x2 的平方。所以点 B 和点 C 我设完了。AC 这条直线的斜率，纵坐标之差4/x1 的平方减4，
横坐标之差 x1 减4，我整理上下都乘以4，x1 的平方减16，4倍的 x1 减4，所以它等于4倍的 x1 减4，上边分解成了 x1 加4乘以 x1 减4，所以上下都有，它就约掉了。最后的结果是1/4x1 加 x2。另一个呢，我不用从头求，我就同理 KBC， K 不是 KBC， 刚才我是求 KAC， 那么由于 AC 这条直线的倾斜角是它，AB 这条直线的倾斜角是它，倾斜角是互补的，斜率之和就等于0，所以我要求 KAB。同样道理 ，KAB 我们就把它换成不是加 x2， 是加4，它就变成了4/x2 加4。那么它俩斜率之和等于0，因为倾角互补，所以 KAC 加上 KAB 是等于0实数的，也就是4/x1 加4加上 x2 加4等于0。分子等于0，x1 加上 x2 就等于-8，我就求出 x1 加 x2 了。题中这是我在整理已知，因为告诉我倾斜角互补了，我就知道斜率为0，我各自表达了斜率，让它们相加等于0，我就找到了它给我的已知，其实就是在给我 x1 加 x2 等于-8，我找到了。可是题中让我求的是 BC 的斜率，好吧，那我就求 BC 的斜率，当然是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纵坐标是4/x1 的平方减去4/x2 的平方，横坐标之差 x1 减 x2， 所以是4倍的分子分母都乘以4，x1 减 x2， 上边呢就变成了 x1 方减 x2 方，x1 加 x2 乘以 x1 减 x2， 它们俩就约掉了，它就等于4/x1 加 x2。x1 加 x2 是-8，带到这里来4/-8，所以它果然是定值，等于-2。所以呢，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先根据题中所表达的整理已知，把你能够得到的都找到。你看，水到渠成。好，这是第一个问。第一个问，由于我没有增加任何附加条件，没有增加任何附加条件，我得到的结论第二个问要用，所以呢 ，KBC 它就等于-2，我要留在这儿，因为我第二个问要用。我把它拆掉，我们接着做第二个问。接下来我们赶紧看第二个问，他说抛物线上存在两个点 BC， 存在两个点关于 BC 这条直线对称，这不是 BC 这条直线吗？它存在两个点关于 BC 这条直线对称，因为这个图不太好画，我们就不画这个图了。那两个点是关于 BC 这条直线对称的。我们找一找也可以关于 BC 这条直线对称，不太好找这两个点，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用理论来做，我们就不再画图了，因为这图不好画。首先，我把 BC 这条直线表达出来。
由于 BC 这条直线的斜率我们都知道了 ，BC 的斜率我们知道，所以呢，设直线 BC 的方程为 y 等于 kx， 就是负2x 加 b， 设成斜截式的样子。y 等于 kx 加 b，k 我们知道了。那么既然有两个点关于 BC 这条直线对称，所以一个点呢叫点 P， 坐标就是 x3，y 山呢就是x3的平方，还有一个点呢是点 Q， 横坐标是 x4， 纵坐标呢就是4x啊，它就是 y4。所以关于 BC 对称的这两个点我也找到了。那接下来呢，我再继续看，它让我求 BC 这段弦的弦长。求 BC 的弦长，显然呢，我需要把这个 B 找到，因为抛物线是确切的。我要求弦长，我当然要用到弦长公式，根号下。它就等于根号下 BC 这个弦长。如果我消的是 y， 它等于根号下1加 k 方 k 整有乘以根号下 x1 加 x2的平方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那我要把 B 求出来，直线就确定了，抛物线也是确定的。所以直线和抛物线一联立，如果我一消 y， 得到 x 的2次方程，然后伟答就会得到它。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求出这个 b。它是求 BC 的范围是吧？那我们也需要求出 b 或者 b 的范围。好，点 P 和点 Q， 它既然是关于直线 BC 对称的，那么它们俩的斜率就是有关系的，因为 PQ 关于 y 等于负2x 加 b 对称，所以我们就得到 KPQ， 它就等于它们俩关于这条直线对称，那么这两个对称点的连线和这条已知的直线是垂直的，斜率是互为负倒数的，负的倒数，所以 KPQ 就应该等于1/2。那么 KPQ 还等于什么呀？我们现在就是充分的挖掘对称的这个几何性质所体现出来的斜率的关系。那么PQ 这条直线的斜率还可以用纵坐标之差4x的平方减去4x的平方除以横坐标之差 x4减 x3， 把4乘到下面来，4倍的 x4减 x3， 上面是 x4的平方减 x3的平方 ，x4加上 x3乘以 x4减去 x3， 它们俩约掉了，最后的结果是4x4加上 x3， 也就是1/2是等于它的。显然呢 ，x4加上 x3， 1/2是2/4，所以它就等于2。我们就得到两根之和它是等于2的。两根之和知道了由于呢这样的两个点这是 P， 这是 Q， 它是关于这是 BC 直线，关于它对称，所以 PQ 的终点 M 我们设为 x0y0。那么 x0显然就等于2/x3加上 x4，2/2它是等于1的。那么 x0我求出来了，点 M 的坐标呢就变成了1逗y0
点 M 在哪里呀？点 M 是不是在直线 BC 上啊？所以点 M 的坐标现在变成1逗 y0，点 M 在直线 BC 上，在直线 BC 上，把它带入直线 BC 的方程，带入 y 等于负2x 加 b， 得 y0 等于负2乘以1，所以 y0 就等于负2加 b。在这条曲线上画不太方便，我们就在旁边画一个示意图，搞清楚对称就足够了。那么这个时候点 M 的坐标我们就找到了，横坐标是1，纵坐标是负2加 b， 这就是点 M 的坐标。点 M 的坐标求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由于直线 BC 和抛物线是相交的，所以我当然要把直线 BC y 等于负2x 加 b 和抛物线 x 方等于4y 联立，消谁方便就消谁，消 y 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消 y， 消 y 得，直接往这儿看啊。x 方等于把 y 的式子带到这儿，那显然是4倍的它，负 8x 加 4b， 所以继续整理 x 方加上 8x 减去 4b， 它是等于0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到 x1 加上 x2， 点 A点 C 和点 B 啊，横坐标一个是 x， 一个是 x2，x1 加 x2 等于负的，一次项系数相反数负的 a 分之 b 是负8， x1 乘以 x2 等于常数项 a 分之 c 是负4b， 所以 BC 这条弦长就等于1加 k 呢是负2， 1加 k 方负2的平方1加4乘以根号下 x1 加 x2 的方8864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 就变加，因为它是负的 16b。 那么16提出来变成4，它是根号5，这项呢提出来一个16，还剩一个4，然后再加 b。我要求的是 BC 的范围，好吧，我们再接着看。我刚才是不是已经求出点 M 的坐标了？由于是关于 BC 抛线上关于 BC 对称的两个点啊，有的同学说存在吗？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你还可以无限延伸嘛，所以它一定是存在的。那么既然抛线上的两个点 P 和 Q 关于 BC 对称，那么终点 M 一定是在抛线内的，所以知 M 1逗负2加 b， 它在抛物线内。既然你在抛物线内，我们学过点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判断点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把点的坐标带到抛物线方程当中，满足等于就在抛物线上，满足大于在抛物线外，满足小于在抛物线内，所以我就把 M 点的这对坐标带到抛物线的方程当中啊，抛物线是 x 方，我带 x 是1，所以1的平方还是1。由于它在抛物线内，所以1是小于，把 y 的值带进去，4倍的负2加上 b。什么意思呢？你看，我随便的画一条抛物线，大家好理解。
x 取1的时候，x 取1的时候，如果在抛物线上，比如说这就是1，在抛物线上它得到的 y 落在这儿，那你要是落在抛物线内呢，你得到的 y 就得比在抛物线上的时候得到的这个 y 要高。所以呢，这个 y x 取1如果等于它，说明它在抛物线上 ，x 取1 y0 落在这儿。如果它落在抛物线内，那你的 y 就要比刚才的 y0 大，所以呢，它要大于1。于是呢，我就得到1小于-8加上4b， 接着把它移过来是9，是 b 大于9，b 就大于9/4。你看 b 的范围被我找到了。那么因为 b 是大于9/4的，所以4加 b 呢大于9/4加上4呢是4/16加上9/4，所以是25/25。所以根号下4加 b， 它就大于5/2，大于5/2，开出来了。那么4倍根号5乘以4加 b， 大于5/2，它也要乘以4倍的根号5。4和2一约剩个2，根号25以10倍的根号5，所以整个这个式子的值是大于10倍的根号5。所以让我求 BC 的取值范围 ，BC 就是大于10倍根号5的。好，这节课呢，我又把这个第11个知识点给大家消化了一下，也就是如果直线上存在2个点，抛物线上存在2个点，总是关于某一条直线对称这样的问题。到这儿呢，我们就把抛物线的相关知识点常规的还没有到高3一轮复习拓展的2级结论，除了那些之外，常规的知识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给大家讲全新的内容了。好，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